好，那么当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中东的局势，我们来看到现在美伊关系非常紧张，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他竟然释出了一项宣布的消息，我们来看到了他发表了全国演说啊，这个抛出了震撼弹，他宣布解密部分和美国选举相关的资讯，而且还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他说，北京呢从2020年开始，透过了购买、还有窃取，甚至是骇客入侵等方式来取得大量美国选民的资料，而且数量还高达2.2亿笔。那么川普呢，他更表示说啊，中国当年其实是不希望他可以赢得总统大选的。那么这项指控呢，其实目前已经遭到北京当局否认了。而那个川普呢，他再度的把焦点放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因为这一年他输了这一场选举。另外呢，路透社也指出啊，这样的指控其实呢，让原本脆弱的美中休战气氛也再度面临了新的压力。我们来问一下林委员呢，为什么这个川普要在这个美中这个关系升温的时候抛出这个震撼弹呢？他到底在想什么？川普是个非常复杂的人。毛姆说过一句话：“人的内心呢是一团错综复杂的东西。”我认为他写这个时候，主要应该还是他写川普，用在他身上大概比较适合了哈。这样讲就是说，他对2020年输掉那个大选是念念难忘，他非常的记恨，他也不断的攻击拜登他们作弊啊，还有一个什么一个深层的政府在那边操纵。选完以后川普的团队他们主要是他们在主导了，发起了60多场的诉讼，就是说这个州当选无效，那个州当选无效，那有50州，几乎每个州都被他玩了，有个州还玩了不止一场的诉讼，这样，可绝大部分的诉讼大概都无疾而终了，这法官根本就不受理了，就这样。可是，所以你就会看出他念念难忘，他把中国大陆拖进来。我认为这是反映了他对2020年的总统选举的结果的愤怒。至于说中国大陆有没有收集美国这种情资，我认为是有没有到2亿2千万笔，这个我坦白讲我是有一点怀疑啦。你情资收集到这么多，你要怎么去运用它、消化它，我都觉得是个大问题。对立的国家之间绝对有情报作战啊。有情资的这种收集跟运用，但是你说对一个像美国3亿2千多万的这样一个国家，你说要把收集资料，然后选民的资料，然后影响总统大选，我认为3岁小孩都会告诉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美国是个开放的社会，所有的什么右派啦、左派啦、中间派啦，什么东西，他们都在这个社会里面。在流动，那种情资攻击的对方那种攻防，所以你那种要想对美国外国要介入美国大选，坦白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他提这个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为了期中选举，他现在要做精神的动员，告诉他支持者，你看2020年我们就被人家搞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坚强起来。那现在有那个 Save America Act， 这个法律要他所谓拯救美国这个法案，是他叫这个众议院他们去发动了，在众议院是通过了，在参议院就被杯葛，所以现在还躺在参议院里面动弹不得。他很希望通过以后呢，就是说你对这个选民的资格有更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检验，所以你可能到现场你要去投票，你要亮你的这个。类似我们讲的身份证啊，他们叫 Social Security Card， 而且上面要有照片然后你海外的要投票进来，他管制的更严这样子，所以他现在可能也为这个东西在铺路，就大家动员起来，我们该过法要给他过，我们共和党才能够赢，因为他很怕，如果民主党赢了，他很可能就要被弹劾，他手上一大堆的案子，如果他不当总统的话，弹劾如果通过他不是总统的话，他每天就要跑法庭跑不完那你想他，尤其他前阵子那个 Carol 那个案子，这个性侵案，他被罚了500多万美金呢。所以我认为他现在每一件事所想的就，其中选举一定要赢我一定要保住我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宝座，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拿中共出来讲，只会让他的说话变得更加的耸人听闻，
然后更加的戏剧化，大概就只有这样而已。我不认为他想要改变跟中国大陆的政策。习近平9月要到美国去访问了，然后10月在 APEC 在深圳要开会，川普说他也有可能要来参加。然后12月的14到15在迈阿密又有一个G20的一个会议，那习近平也可能会去，所以接着他们有很密切的来往。我不认为他是想改变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好，我们谢谢委员。刚刚委员提到，他们未来会有这个密切的来往。不过呢，我们来看到，根据这个香港的南华早报的报道啊，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他预计在下周就会访问美国了。那么外界认为，可能是在为未来刚刚委员提到的那些场景这个川习会来铺路了。那么美中竞争真正的核心，恐怕已经不是只有政治的攻防，而是关键的产业以及战略资源的来争夺了。好，我们再看到这个敏感时刻，川普突然是指控了中国2020年的美国大选影响来介选了。那么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原本大家比较期待这个美中高层的见面呢？或者是说这个又给了川普有一些谈判的筹码呢？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介大使川普他现在他是把中国议题当成谈判工具，还是说他要重新推高了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我想两者兼具。那其实我们先提到刚刚就是川普这场演讲提到就是说2020年之前有2亿2千笔这个选民资料被泄露他这个影射中国大陆借此来作为介入美国选举他也没有提出什么直接证据。那可是他讲这个演讲这个内容不是演讲主要在讲这个内容，这是整篇演讲里面一个部分而已这场演讲的主题是他要推销他的所谓的 Save America Act， 也就是说改革美国既有的选举制度的一个法案，现在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众院通过，参院还没通过，所以他出来演讲，这个呼吁选民支持来改革美国的选举制度。然后他讲的主旨是美国这个选举制度有多骇人听闻的这一种腐败现象。那真的我听了也很骇人听闻。我觉得美国比我们台湾还差，选举居然选成这个样子，这些人还安坐其位，对不对？很多都是照他讲的话，都是造假、造票、欺骗当选的，包括他的前任的对手，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美国这个民主制度不是已经破产了吗？这是题外话了。不过他讲这个话，其实中国大陆这个在这一场演讲里面不但不是主角了，还是配角，甚至我觉得连配角都不是，而且是工具，只是被来加强说那场美国的选举制度有多腐败啦。那就是讲到说中国跟美国的竞争的情况那其实中国大陆一直是希望这个中国大陆是讲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然后两国的发展都可以互相为用，互相彼此增进。中国大陆兴起来了，美国也可以获利；美国国家做得好，中国大陆也获利。这中国大陆这一个对外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可是美国不这么想，美国事实上的话，他们的价值是比较一元的，它没有多元价值这个概念，也没有说什么可以纯异求同的。异就是要把它除掉，同那是最好，同你要跟我同，不是我跟你同，你要跟我同，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价值观点嘛。所以事实上，美国人基本上不要说美国的政治精英，美国社会基本上对中国大陆的看法、认知是很固定的。基本上过去可能因为要联中制书，说是伙伴，后来就降低为什么竞争者，后来就变对手，再更很多人认为是敌人了。所以呢，基本上现在我觉得中国大陆在美国人的认知里面，大概在对手跟敌人之间了。那基本上这场斗争是不会停的。所以呢，美国只会用一种我们很熟悉的口号，是既联合又斗争，斗争是不会停的。是，谢谢介大使那么其实我们拉长时间轴来看到的话呢，其实美中的竞争真正的核心其实不是已经只有政治攻防了，而是关键的产业还有战略资源的争夺。来看到呢，美国是持续加强晶片的管制，来限制中国来取得这个先进半导体的技术。不过呢，另一方面呢，中国它也掌握了全球重要的稀土供应链。那
那么这个稀土啊，其实看似啊它是矿产产业，它是甚至呢，其实它是牵动到了像是电动车啊，或者是军事工业等等。那么再来看到国际能源署也曾经警告了，如果中国限制这个稀土出口，全球相关产业可能会面临数兆美元规模的强烈冲击。所以其实现在的问题啊，即便是这个美中双方它重新回到了这个贸易的谈判桌上了，不过呢，他们其实真正的竞争其实是没有停止的。上次跟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中国掌握稀土，那么美国又掌握了这个先进的晶片，那么未来是不是美中竞争会进入一个白热化？是的，首先我觉得现在我们讲美国掌握晶片，中国掌握稀土，我认为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它不新鲜了。我认为现在真正的中美两国的大国竞争，主要集中在 AI 跟科技，包括机器人在内。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大家值得关注是中国大陆最近刚刚宣布，在未来5年之内要投资所谓6张网，要注意这个很特别，这里头包括了算力网，包括了新型电网，包括了新型的通信网，包括了新一代的程序地下网。另外，除此之外，还有全新的物流网，以及叫水网。什么水网？不是水利工程是包括水资源的调动。这个6张网在未来5年内，中国大陆要投资超过26兆人民币，而且已经具体了谁5兆谁4兆很具体。这里头其实现在被归纳说，这就是习近平当初前几年提新质生产力具体的体现。这里头背后其实很大关键就是 AI， 就是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可以帮助产业升级，中国大陆现在在加速 ，AI 可以让全中国所有的东西，我们刚刚讲 Kimi K3，最近这个新 AI 设计了他自己的全新的晶片 ，AI 设计他自己的晶片，所以这些东西的力度是中国大陆全部在整个展出来的。那么美国能不能够同时有同样的？